这个月，台积电董事会核准了今年第3笔资本预算，加总起来，今年的资本支出总额现在看向大约600亿美元，历史新高。而7月营收也是连续第3个月刷新历史纪录。同一时间，它在亚利桑那州的投资规模也持续加码，现在来到2650亿美元，而且刚跟 Sony 在日本签了一家新的合资公司。从几乎每一个看得到的数字来看，这是台积电有史以来最大、最忙的一年。但这个月有一条线，直接接回我们之前讲过的东西，它最大的客户辉达正处在循环融资疑虑不断升温的中心。而因为台积电的客户集中度已经变得这么高，这不是一件可以隔岸观火的事。今天要讲这些投资数字背后的意义，还有真正的曝险放在哪里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我们开始。先看账面上真正的数字，因为光是这些数字就很惊人。今年的资本预算已经被上修了3次，先是春天一次，7月再一次，然后这个月又核准了第3笔，累计总额来到大约607亿美元。这是这家公司史上最高的资本支出，而它有真实的营收在背后支撑。7月的月营收来到新台币 4675.8 亿元，连续第3个月创新高，比1年前成长 44.7%。今年前7个月的营收年增 37%。第3季，台积电预估将再创新高，财测中值比上一季成长大约 12%。这是一家花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公司，因为它赚的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。那这些钱实际上花到哪里去了？亚利桑那州的故事是最清楚的例子，因为你可以看着这个数字即时往上爬。亚利桑那州的投资承诺在2020年一开始是120亿美元，后来被提高到400亿，再到650亿，然后是1650亿，而今年7月又再一次被提高到2650亿美元。亚利桑那第一座厂已经用4奈米制程量产，良率追平台湾厂区。第二座厂导入3奈米，量产时程定在2027年，比原本计划提前了整整1年，是被 AI 需求拉着往前冲的。根据亚利桑那州政府公布的资讯，长期蓝图设想的是10座晶圆厂、2座先进封装厂，加上1座研发中心。这已经不再是一个象征性的海外姿态了，它正在变成一个完整的生产聚落。这个月的董事会不是只批了跟 AI 晶片有关的事，还悄悄核准了另一件事，跟 Sony 成立合资公司。这家新公司要开发并生产下一代影像感测器，就是手机相机背后的那颗晶片，落脚在日本熊本。总投资大约7470亿日元， Sony 出的比例比较大，台积电认股上限则是2820亿日元。量产目标定在2029年。这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赌注，赌在一种不同的晶片上，一个没有跟着 AI 浪潮一起跑的市场。值得注意这件事的本质，这是一个对冲。当所有最大声的头条都在讲 AI 产能的时候，台积电也悄悄地把钱放进一条不靠这股浪潮吃饭的产品线里。接下来这个数字会让今年的成长看起来没有表面上那么单纯。台积电的高效能运算业务里面包含辉达的 AI 晶片，占净营收的比重来到 55%， 而2022年时只有 40%。辉达即将超越苹果，成为台积电单一最大的客户。再拉远一点看，台积电前10大客户合计占了应收账款的 85%， 而超过90%的辉达晶片是在台湾制造的。这不是一个分散的客户结构，这是一门越来越依赖少数几个超大赌注的生意。这都不是台积电执行上的缺陷，这纯粹是搭上这个产业最大一波浪潮的算术，需求越集中，暴露在创造这股需求的那家公司身上发生的任何事，程度就越高。
接下来这一段接回了我们已经花过一整集讲的东西。有报道指出，辉达正在为跟 OpenAI 有关的融资提供大约2500亿美元的担保。作为反应，辉达5年期的信用违约交换利差，基本上就是市场替辉达违约这件事投保的价格，出现了有记录以来单日最大的跳升。分析师形容这是一种转变，辉达从投资自己客户的角色，变成了替客户的融资做担保的角色。这改变了风险的种类，从单纯看起来灌水的营收，变成真正的资产负债表外的或有负债，而且可能真的要付钱。如果你看过我们8月13号那一集，这就是我们当时讲过的那个5000亿美元动员计划。辉达找来 BlackRock、Blackstone 等资产管理公司，一部分就是为了回应这种疑虑。这个疑虑没有消失，它只是演化了。有4件事值得讲精确，这样才不会把这件事讲得比事实支撑的还要惊悚。第一，台积电本身财务健康。它创纪录的资本支出是由创纪录的真实的已经入账的营收在支撑，不是靠负债堆出来的承诺。这跟我们在别的地方讲过的表外疑虑不是同一种情况。第二，循环融资的疑虑发生在客户端，辉达跟 OpenAI 等公司之间的安排，不是在台积电自己的账上。台积电没有捏造需求，它生产的是真的被下单，也真的被付款的晶片。第三，辉达不是台积电唯一的客户。AMD、苹果、博通，还有一大群客制化晶片设计公司，都在用同一批产线。台积电自己的高层也说过，一个客户少掉的需求，通常会被另一个客户补上。第四，台积电自己的执行长说过，他预期 AI 晶片的高需求至少会撑到2029年或2030年。这是公司自己的预测，出自比任何外部人都更靠近订单部的人，但它终究还是一个预测，不是保证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如果只记一个画面，台积电花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，是因为他赚的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，而他做到这件事的方式是更用力地靠向更少、更大的客户。这件事本身不是一个警讯，但它确实代表，不管他最大客户最大赌注背后的融资结构发生什么事，都不再是一个发生在别的地方的故事。它最终也会出现在太平洋这一岸。本集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。订阅 AI 每日新闻，我们明天见。